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机制周五以视频会议的方式举行了17年来的首场领导人峰会。与此前西方媒体渲染四国要应对所谓中国威胁不同，峰会的官方文件对中国只字未提，四国的复杂和矛盾心态跃然纸上。实际上，四个国家心律不齐的老毛病由来已久，四国机制也没有固定的议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还否认了所谓的“亚洲小北约”说法。华盛顿当地时间周五上午，应美方要求，日本首相菅义伟、印度总理莫迪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在线峰会。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显示，四国领导人重申价值观一致，并就新冠疫苗的生产和供应、气候变化以及关键新兴科技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四国领导人还决定年底再举行一次峰会，而四国外长要经常性对话。在峰会举办之前，一些西方媒体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峰会结束后的简报会上表示，四国领导人的确讨论了中国带来的挑战，但是中国不是此次会议的焦点。沙利文还强调，四国机制不是军事联盟，也不会成为新的北约，为一些西方媒体所称的亚洲小北约说法降温。之前的预判也是有问题的哈。其实你看，去年9月份在东京开会的时候，其实四国最后也没有公布这个联合声明，或者至少印度没有签署这个声明啊，所以呢，其实他们内部的协调说明还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确实就是说，中国并不像西方国家所宣扬的那样是地区这个威胁的这个制造者，总体上这个亚太地区啊还是比较和平稳定的。那么在目前这种架构下，特别是后疫情时代呢，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对外采取一些措施，比如说我们去年11月签署的这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就 RCEP。我觉得对于提振区域内国家的这个信心、合作的信心，我觉得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方爱文和客座研究员詹姆斯·施维姆林联合发文指出，四国对话是走向成熟的积极开始，但这一对话机制应该着眼应对具体的可操作的挑战，而不是以针对中国为主的俱乐部。只有这样，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才会长久。深圳卫视还注意到，峰会官方发布的公开文件均技术性的将中国移出焦点之外，不仅四国领导人联合声明只字未提中国，连白宫公布的四国领导人开场致辞实录也没有提到中国。中国二字压根儿就没有出现在峰会官方发布的任何新闻通稿中，这一点颇为反常。与美日印澳四国媒体近年来反复炒作四国安全机制将进化成为所谓的亚洲小北约，以遏制中国崛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观察指，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坐在摄像头面前开会时，竟然都不敢公开说出中国二字。最直接的原因是与中国硬刚不符合这几个国家的利益。实际上，这四个国家近期纷纷释放与中国合作的信号，例如美国下周就要和中国举行高层战略对话，澳大利亚则向国际社会哭诉中国企业不下订单后，它的煤炭滞销。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中美贸易战中迅速补位，取代美国企业丢失的市场。印度也在2月份放弃在班公湖及拉达克地区与中国的边境对峙，并加速审批45项中国投资。美国媒体认为，印度是这次四国峰会注定的最大赢家。为了讨好印度，美国安排印度总理莫迪在拜登之后发言。此外，四国领导人联合声明中提出要共同应对疫情，合作生产新冠疫苗。路透社报道称，四国同意了一项综合性融资工具协议，支持印度提高新冠疫苗的生产能力。主要分工是日本提供资金，美国提供技术，澳大利亚提供物流，支持印度到2022年建成年产10亿剂产能的世界疫苗工厂。不过，有媒体质疑，到2022年印度超级疫苗工厂投产，估计新冠疫情已经结束了全球大流行。一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印度增产的疫苗将提供给东南亚国家，作为疫苗外交的武器，以对冲中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疫苗协作计划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全国政协13届4次会议发言人郭卫民3号就表示，有人质疑中国是想利用疫苗出口来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这种说法是十分狭隘的。事实上，有美国战略学者早发文指出，四国机制的核心其实是印度，因为缺少印度，美国的印太战略就少了一半。但特朗普太想留下所谓的政治遗产，在临下台之前1周，罕见将原定于2043年才能解密的印太战略框架文件解密。文件直言，印度是基石，提前解密这么重要的美国国家战略，更像是特朗普留给印度的政治遗产。掌握了美国套路的印度，无疑将影响美国印太
太战略的节奏。印度快报近日引述莫迪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印度的态度是美日印澳4国领导人峰会能否顺利举行的决定性因素。可以说，印度配合与否决定了印太战略的成败。因此，美国必须不断讨好印度来维持印太战略。事实上，美国一直以来在被其视为核心利益的知识产权领域单独给印度放水，默许了印度的仿制药产业做大，这也是4国合作的超级疫苗工厂得以在印度合规的先决条件。但这无疑侵蚀了美国和日本制药大厂的利益。印度近期表现出对4国机制刻意淡化的态度，也受到外界关注。在这次4国峰会召开前2天，日本首相菅义伟打电话给印度总理莫迪，但两国发布的新闻通稿存在明显温差。日方释放了一些对华强硬的言论，并提到东海、南海和香港议题，但印度发布的通稿只字未提中国。印度时报认为，菅义伟当面提出这么多涉华议题是不识时务，印方表现得若即若离，是因为莫迪现在对华的主要工作是稳步推进两国边境一线部队脱离接触，印度不希望再被贴上反华的标签，以免拖累和中国改善关系的战略。从他在欧洲的这个行动看出来，可能盟友并没有像期待的那样那么热烈的拥抱这个拜登政府，所以印度呢也要看形势重新评估美国介入印太地区事务的一个能力和意愿特别是给予他一些实质性的援助的这个可能性。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跟中国的一些举动也有关系我们中国多次释放了一个善意的一个信号包括两会我们看到这个王毅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也提到，就是说领土边境的一个纠纷边界的一个纠纷，中印之间其实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还是一个小部分的。那么中印的这个合作的大局呢，还是要两国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致力于共同的发展。印度时报还认为，在拜登上台后，日方就东海及钓鱼岛问题向美国索要态度，并获得了美国某种程度上的承诺。日方希望在东海问题上也获得4国机制其他方面的力挺，但日本及时表态在边境问题上支持印度也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日方企图就东海问题向印度套话，遭到莫迪断然拒绝。他刚上台不久呢，其实双方就通过电话明确了这个所谓美日同盟条约的这个安保第5条对钓鱼岛的一个适用范围再次明确了。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无疑是给这个日本增强了一些信心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美国会在地区事务上呢帮助日本来应对一些所谓的挑战。所以呢，既要看到日本对中国的这个担忧的一方面，也要看到日本和中国在合作的这个领域范围和深度也在不断的这个加大。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一种常态这个两个国家之间有的时候有一些矛盾，有的时候有一些合作的迹象，我觉得都是非常正常的。好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4国领导人昨天举行了4方安全对话机制下的首次领导人视频峰会，但根据美方的说法，峰会的焦点并不是中国。那么对此您如何看呢？我认为我们在分析中美博弈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得出拜登现在正在下什么棋，而且要看得出下一步准备下什么棋，同时不仅要看出他表面上下了什么棋，而且要清楚知道这步棋的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阴招、险招和杀招。拜登在表面上不把峰会的矛头对准中国，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策略性的处理手法，不仅可以避免中国的反弹，而且可以避免印度的尴尬。不过我相信所有明眼人都应该看得出来，这次峰会虽然口中没有中国，但心中却有中国。尤其是峰会讨论的几大主题，包括新冠疫苗的生产和供应、稀土供应链以及关键新兴科技领域的合作等等，几乎都是冲着中国而来的。另外，这次峰会名为4方领导人安全峰会，但谈的几乎都是地区经济与民生热点问题，也被外界批评为名不副实。这实际上也是拜登的一个策略，也就是把自己的锋芒先隐藏起来，等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来图穷匕现。当然，据与会者透露，拜登还是在会上关切和询问了中日钓鱼岛主权争议、中澳经贸纷争以及中印边界冲突等等。这更是一个非常高明的策略，高就高在他把美方真正关心的所谓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给隐藏起来了，转而站在日本、澳大利亚与印度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给了一种我是在为你们的利益着想的错觉。这是一种深谙人性的做法。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四方不仅在这次峰会上规定，以后每年四国外长都要定期会见一次，而且今年底四国领导人还要举行一次线下的峰会。我认为这些都意味着，跟大西洋地区的北约组织一样，一个新的区域安全性组织正在印太地区快速形成和成长过当中。那么，对于本次四方安全峰会就新冠疫苗的生产和供应、稀土供应链以及关键新兴科技领域的合作达成了一致，您又作何解读呢？还是那句话，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现象。我认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峰会在这些问题上达成的共识，它背后的战略意义和战略盘算，远远超过了新冠疫苗、稀土与高科技产品生产与供应本身。美国负责疫苗研发，日本提供资金，印度负责生产，澳大利亚负责配送。这实际上是拜登政府在借着这次合作生产疫苗的机会，进行关键产品产业链的重组的试点，也就是要把药品的生产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出来，转移到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转移到印度身上。而除了试点产业链的转移之外，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也就是趁机贿赂与拉拢在印太战略中尚处于犹豫不决状态下的印度。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一旦印度在经济上尝到了甜头之后，接下来就肯定会在安全领域配合美国，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会上了美国的贼船。同样在稀土方面，美国负责消费，澳大利亚提供矿产资源，日本提供资金和技术，印度负责提炼，也是美国正在印太地区进行产业链重组试点的工作之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四国还约定要起草一份跟稀土出口相关的国际规则。这个也就意味着美国与日本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彻底摆脱对中国稀土资源的依赖了。当然，更为宏大的计划还在于，四国还将组建一个高科技联盟，也就是要组建一个在高科技研发与产品生产上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联盟。而且在这个方面，未来印太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都会被纳入进来。比如在芯片领域，将会进行由美国研发、日本、韩国、台湾地区负责生产的新的供应链。而且我预判，在重组全球产业供应链的大背景下面，未来美国将会重返 TPP， 在 TPP 框架下实现高科技产业研发与高科技产品生产的内循环，这是我们要密切留意的。